追您的是什么样的女生啊？是女生吗？被人当众嘲讽怎么办？看郭德纲是如何回击的。这姑娘问出来的话是有一定水准的，是中华田园犬。我前面跑，但后边追错了。后来我学狗叫才。女嘉宾假借开玩笑，用极尽侮辱性的词汇对郭德纲进行嘲讽。然而郭德纲听后不仅没有生气，还顺着女嘉宾的话，让假玩笑变成了真玩笑，同时提醒对方好好说话，不要像动物一样。可女嘉宾显然没有听懂郭德纲的意思，继续她的低情商发言，直言郭德纲30岁长得像40岁，追他的女生肯定年纪都很大。眼看女嘉宾说话越来越过分，一旁的乐嘉都有些看不下去了，侧面提醒女嘉宾收敛一点。此时郭德纲也不再容忍，当即对女嘉宾进行反击。那您跟人好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她有男朋友。看他还追您，太不负责任。错了吗？啊，你还几年毕业？4年。男朋友干嘛呢？你猜。导师。这句导师可谓是神来之笔，直接将嘉宾刚刚的嘲讽如数奉还。要知道郭德纲在节目中的身份就是导师，这就相当于追他的人就是这位女生。眼看自己之前的一切不屑和诋毁都会反弹回来，女嘉宾也不再像之前一样高高在上。然而这也不是郭德纲第一次如此巧妙应对外人的嘲讽了。在一次采访节目中，主持人刚开场就对郭德纲发起猛烈攻击，批评郭德纲频繁开商演，有辱艺术家的身份，甚至于还拿主流做对比，暗讽郭德纲开商演是赚快钱，败坏传统艺术形象。面对记者的刁难，郭德纲反应也很迅速，直言自己是凭本事吃饭，每一粒米每一碗饭都是我自己凭能耐挣来的。艺人卖的是什么？是卖艺还是卖人呢？对不对？你要卖艺就好好卖，卖的好与坏是水平问题。如果说不能卖艺，把人卖好，也不是一个生存之道。郭德纲这一番话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又暗讽了某些人端起碗骂爹的行为。徐德亮退社时，有记者问郭德纲，为什么他每天开豪车住豪宅，却对员工那么抠食？郭德纲的回答也相当霸气。你现在开什么车？你告诉我。啊，你们社长呢？社长，快回去辞职去。不是，比尔盖茨公司的人不可能跟比尔盖茨一样的。哪怕被选手看不起，郭德纲的反应也堪称教科书级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不应该参加您这。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！博士夫妻宣传自己的新相声，为何气得郭德纲当场翻脸教做人？一档节目中，博士夫妻刚上台就神情傲慢地指着郭德纲问：“你认识我们吗？”得到否定回答后，这位博士竟送了3本自己写的书，并强调以郭德纲的文化水平，应该可以看懂其中1本。面对选手的轻蔑和贬低，郭德纲并没有斤斤计较，语气平和地让他开始演出。谁知演出中，这对博士夫妻不仅没有一个包袱在线，还嘲讽现在的传统段子太老，没有新意，将在场所有同行都得罪了遍。两人的表演不负所望，获得了全场最低分，被淘汰出局。然而两位博士并不服气，直言郭德纲不懂相声，他的相声才是高级。郭德纲本就不是被欺负的主，当众回怼他们的公式相声没有前景，他也不会投资。这句话直接让博士夫妻破防。一句话没抢您生意啊！对，我因为咱们不是一个行业。一句我们不是一个行业，直接将李红叶剔出相声界。如果说这对博士夫妻有狂的资本，那么下面这位选手就有些惨了。在一场喜剧综艺类节目上，新生代相声演员陈池上场进行表演时，故意拿段子调侃郭德纲长得矮，唱什么都是平戏味儿。之后的自我介绍环节，陈池更是大言不惭地表示，自己和郭德纲的差别就是一个上过春晚，一个没有。言外之意，自己的相声水平一点不比郭德纲差。因为我的梦想是在30岁之前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。此话一出，英达、谢娜明显都愣了一下，纷纷转头去看郭德纲的反应。郭德纲虽然没有马上出声，但在点评环节直言陈池做人太狂，以后容易没出息。30岁之前不狂没有出息，30岁之后还狂是肯定没有出息。所以在你这个年龄随便，知道吗？怎么都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岁数要说这个岁数的话。对于这样的小辈，郭德纲也只是稍微教育了一下，毕竟都有年轻的时候。但是对于那些为老不尊的人，郭德纲就没有那么客气了。郭德纲与清华北大教授互骂，多好玩！说您怎么看郭德纲啊？清华的教授说：“我不会理睬这种文化流氓的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他张嘴就骂街，你说他便宜了吧？
便宜就是没面对面的跟我说。相声界比后宫乱多了。05年郭德纲大火后，就有清华教授骂郭德纲是文化流氓，对此郭德纲也毫不客气，现场犀利反击。众所周知，郭德纲小学没毕业，而因为学历低，郭德纲也没少被外界吐槽。但也因为如此，郭德纲的爆红就刺痛了某些人心。曾有好事记者采访北大的一名教授，你怎么看德云社的相声？对方想也没想就直接回答道：“这就是泡沫文化。我认为3个月之内他们就彻底完了。”可是现在20几年过去了，德云社依旧发展的那么红火。反观那位北大教授，不知道现状如何。除此之外，郭德纲还在节目中透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曾经有一位记者给教授发去短信，怎么看待郭德纲这个人？这位教授如此回答：“我不会为了这种文化流氓接受采访。”随后这条短信就被那家媒体曝光开来。那位教授显然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急忙上报法庭，要求1万元的赔偿。虽然说最后上诉成功，但也成了业内的笑话。特别是郭德纲没少编段子砸挂。郭德纲于谦北京德云社能有今天，靠的是在座的各位。第一，我不感谢领导；第二，不感谢专家；第三，不感谢同行。你想啊，相声从开始有到它发展兴盛起来，没有专家的出现。这2年才有的专家。来4个专家，我按这个相声这样子讲哎，你连话都说不利索，你教我。虽然说话有点狠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随便一个人就自称是专家教授，然后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，对某件事指指点点，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。就比如说种地，农民世世代代干了好几辈子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，他们能不知道？还用没下过地的专家教他们怎么做？